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 TFP 的威震天阿帕奇出品的这一款战损涂装配色，外加同期发售的齿轮工厂神之手。我们先来看这一次威震天的一个重涂方案，整体来说全身上漆调配了这种类似于接近钨钢色的这种很闪亮的仿金属质感，而且在不同程度上边做了一些干扫的银漆划痕，尤其在边缘夹角处磨损的地方会尤为明显。我个人来说还是很中意 D 级别这个老威的模具，阿帕奇能把它放大到配 V 级别的这么一个尺寸。其实对于阿帕奇来说，这个模具已经做过很多遍了，各种重涂的配色方案，甚至连狂飙都有整个的一个金属质感做的还是可以的，很漂亮。那我们也是开始变形，先把这个手炮取下来。手炮里边同样有电池，需要拧开2颗螺丝安插。打开以后会发射紫光，我们把这个握把折出来就可以拿在手里。折到这个扣子是插在胳膊上的。变形过程也是很简单的，毕竟是一个 D 级的底子嘛。我们先把这2个角窝进去，透明的零件折好，环环相扣的这些连接的锁定位置，把它打开，顺着这一块旋转包下来。注意这个卡边的位置以及这一身漆面其实有点太不舍得变形了，多多少少肯定会有刮损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款老威，如果说是人形摆放的话，你就可着一个形态来回的变形。毕竟这种重涂装的玩具不建议多变形，肯定会磨损到的。2条腿我们就处理完了，接着拆开跟胳膊、肩膀处连接的卡扣，还有后边这里的一个大的插扣。维度的锁定，整个把胯部翻下来，顺着这里边旋转，把腿的位置调整好，胳膊顺着下方的关节往后折叠，然后左右打开，连接的扣子把它展开，接着这里边的2个挂钩脱开，把这个套马桶的圈子翻出来。旋转个180度，归一归，再把左右的这2片双关节往内收，夹小它，变成一个小小的背包。旋转，翻过来，人形的主体基本上有了，再把左右的2个胸甲错上来。注意前方这里有2个插扣扣到底以后，把这2个插扣再挂上，锁住。腹部的装甲让过这2个尖儿，藏进去，卡住，然后整个的腰部再卡下来，对齐。背包结合的时候，注意这里边有2个挂钩，它是卡在2侧的边缘的。我记得之前哪个版本来着，这个夹的扣子会特别的紧，卡进去以后掰不开。这个金属涂装的这配色，卡起来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是换来的我感觉就没有之前那个版本前后卡的那么紧了。最后把它的臂炮插在胳膊上，背后这个马桶圈还可以卡上暗沉件。暗沉件其实这回上边也有了这种旧化的划痕效果，并且这些角也不会像之前的版本那么的尖锐还会带2把臂刺，同样是钨钢色加一些银漆的干扫，我们带一个吧。最后小细节调整一下，把肩甲这2个尖儿稍微调开，这些地方尖锐的部分也做了圆润化的处理。来看头雕的特写，加入了新涂装以后，这个质感会更加的有金属光泽，眼睛红彤彤的白色瞳孔，嘴里边的牙齿也是一根一根刻画出来，再加上嘴唇子上边的褶皱也有刻画，鼻子上边的2个凹痕，其实这个头雕做的还是很细的。胸口装甲的层次感，用真实的零件机头的部分变形出来，再配合一些干扫下去的效果感觉也是身经百战。唯一就是胸口缺了霸天虎的标志，还是得买一个自己贴一下。腹部这里紫漆点缀，裆部的划痕处理，全身其实都做了一些很精细化的划痕干扫，而且这些边缘的地方挺好看的。臂炮加入灯光的点缀，打开以后自然更加好看了。来看这一次齿轮工厂的这个配件包，
罐子本体上边的这些造型刻画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对于动画片的还原度也很高，整个的罐体通透感很好啊，透明的质感，里边放着这一条神之手，我们把它打开，哎不对，从这头打开，通过一个小支架的扣子连接插在罐体里边，其实这种的收纳方式还是做的非常不错的。你就算不把它装在手臂上，摆成这样的一个场景互动摆在柜子里边，应该也是很好看的吧。拆的时候直接顺着这个圆盘的接口拔出，更换过程就需要用螺丝刀拧开这一块的结合螺丝，顺着里边的转盘把它顶出来，把它扣上。于是也是做了一个小小的手术，威震天就装上了这一套神之手。整体来说的涂装和造型非常符合动画片里边的形象，并且爪子这里做出了手指弯曲的造型，在这上边还涂了红色的漆面，亮亮的金属漆作为点缀。但是，你就把这玩意儿托在手里边，有没有像南方特产？哎，我想起来在张家界被这玩意儿支配的恐惧，这么大个，尺寸刚刚好，哇，造型也一模一样。哎 ，TFP 的这个美工，当年是不是就参照这个设计的神之手啊？哪说理，这颜色都差不多。其实还有一点很关键，这个神之手装上去是可以完全一体变形的。拐弯的这个尖刺啊，在这里可以当成一个花纹或者涂装的展示。变形的时候把它展开，当然你这么摆放其实也挺帅的。然后，哎，打开折。手臂里边就会出现一个翻出的扣子，到时候两个手臂这样对插起来，让这一块变成飞船尾部中央的一个造型。哎，想法不错啊！当然，在动画里边，老魏为什么要装上神之手？自然是为了拿神器了。我们也是刚好把之前隔板里边带的这一款赛天骄之锤给它装上。哦哟，这个感觉！摆上以后瞬间，经典名场景，非常不错的搭配效果。可以说神之手的这个配件包算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而且关节的支撑力度以及手掌的一个握持力度都是不错的。赛天骄之锤卡在手里边还是非常紧实的，并且支撑的稳定性很好。造型方面非常符合动画片里边的样子，而且这个配色金属的质感搭配这战损涂装的威震天，效果也会更加的好看。而且当你把神之手换上之后，还可以把老威的这个手臂塞到罐子里边储藏起来。搭配不同的战斗情况，随时换，随时用。其实，在模具上边最明显的区别就是肩甲这里尖锐的部分，在金属涂装战损板上边做了圆润的钝化处理，还有膝盖甲这里的尖锐部分都做了安全化。其实我个人来说，还是更喜欢这种尖尖的造型，这样会让威震天看起来会更加的有张力。当然，考虑到把玩的安全，还是这个钝化处理的手感会更好一些。原色版本的亮银漆会有一种崭新的效果，就像是用宇宙大帝的血复活之后，暗黑能量晶体赋予它新的生命。而这一款新的战损配色，钨钢的底色会让这款的金属质感更加的强烈，再加上身上扫出来的这些银漆划痕，让这款的质感也像是久经大战之后的那种风尘仆仆。所以这两款配色你更喜欢哪一个呢？我觉得不管是哪个，其实这个神之手的配件包才是最重要的，毕竟它能还原出来动画片里边的名场景和满足 TFP 玩家们的需求。最关键的，这款神之手你在装上以后不需要拆下来，也可以一体变形成飞船，无非把这个地方折一下，最后的手臂变成了不对称的颜色，倒是也符合了动画片里边的设定。所以总体来说 ，TFP 的题材虽然小众，但是目前来说，能在做 TFP 的这些第三方厂家也好，第四方的厂家也好，他们都是非常用心的。身为一个最喜欢 TFP 题材的人来说，我个人还是感觉非常满足的。那么得嘞，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